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讲的故事，让我这个从业多年的红娘都忍不住感动落泪。这个真实的爱情故事发生在一个大陆姑娘和台湾小伙之间，展现了爱情最真挚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医疗系统的神奇之处。我们的女主角小雨是个地道的上海姑娘，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因为业务关系经常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小雨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工作能力也超强，简直就是别人家的优秀女孩。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活力四射的姑娘，命运竟然跟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丽姐，你是说小雨后来出了车祸吗？每次讲到这里，总有人会问。没错，就在小雨26岁那年，她在上海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导致下半身瘫痪。医生告诉她，可能这辈子都要依靠轮椅生活了。这个噩耗对小雨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原本青春靓丽的她一下子仿佛失去了所有希望，整个人都消沉了下来。天啊，这也太惨了吧！是啊，这样的打击谁能承受得了？小雨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她想，自己这样半残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家里人看她这样，心都碎了，轮流陪在她身边，就怕她想不开。就在小雨最绝望的时候，一位台湾客户来上海出差，专程来医院看望她。这位客户就是我们故事的男主角阿佳。阿佳是台北人，在台湾一家知名科技公司担任市场总监，和小雨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听说小雨出了意外，阿佳二话不说就订了机票飞到上海。这个举动已经很让人感动了，但更感人的还在后面呢。小雨，看到你这样，我很难过，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好起来的。阿佳坐在病床前，握着小雨的手说，别安慰我了，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可能都要坐轮椅了。小雨苦笑着说，不会的，我听说台湾有很先进的康复治疗技术，你要不要考虑到台湾来治疗看看？小雨当时并没有太在意阿佳的话，他觉得上海的医疗条件已经很好了，连这里的专家都说没希望，去台湾能有什么用呢？但阿佳并没有放弃，他回台湾后立刻咨询了台北几家知名医院的神经科专家，甚至把小雨的病历资料都发过去请专家看。令人惊喜的是，台湾的医生竟然给出了不同的诊断意见。小雨，台北长庚医院的李医师说，你的情况可能还有救，他们有一种最新的神经重建技术，已经成功帮助好几位类似病例的患者恢复了部分行走能力。阿佳激动地在电话那头说，真的假的？小雨半信半疑，这种事情能信吗？不怪小雨怀疑，毕竟在大陆的医院，医生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他没什么希望了，而且他也在网上查过相关资料，像他这种情况的确很难恢复。我不骗你，台湾在神经康复领域真的很有研究，而且台湾的医患关系跟大陆不太一样，医生会花更多时间跟病人沟通，更注重病人的心理康复。阿佳耐心解释道。小雨的父母听说这件事后，也开始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他们发现，台湾的确在某些医疗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病患的整体照护和康复治疗方面。小雨啊，要不我们试试看？妈妈小心翼翼地问道。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啊！就这样，在阿佳的安排下，小雨踏上了前往台湾治疗的旅程。这一去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也让她收获了一段真挚的爱情。刚到台北的时候，小雨其实心里还是打鼓的，毕竟人生地不熟，又是坐着轮椅，处处不便。但让她惊讶的是，台北的无障碍设施竟然做得如此完善，从机场到医院，几乎所有地方都考虑到了轮椅使用者的需求。哇，这里的斜坡、电梯、卫生间都太方便了吧！小雨由衷感叹，台湾这方面做得确实不错。阿佳笑着说，而且你看医院里的服务人员，对每个病人都超有耐心的。果然，一进医院大门，小雨就感受到了与大陆医院不同的氛围。虽然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护士和志工们对每位患者都笑脸相迎，耐心解答各种问题。接诊的李医师更是让小雨印象深刻，他花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仔细查看小雨的病历，询问她的感受，解释病情。
甚至简单讲解了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让小雨对自己的情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小雨小姐，你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但并非完全没救。根据我们的经验，通过精准的手术和系统性的康复训练，有约30%的机会恢复部分行走能力。李医师真诚地说：“30%，这么低吗？”小雨有些失望，在医学上，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李医师微笑着说：“而且你还年轻，身体底子好，恢复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最重要的是，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提高生活质量。”这番话让小雨心里暖暖的。在大陆医院，因为病人太多，医生往往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患者沟通，更别说关心患者的心理感受了。而在这里，医生不仅仅关注病情本身，更重视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手术定在1周后，这段时间里，阿佳几乎天天来医院陪小雨，有时带他去医院附近的公园散心，有时陪他看看电视剧打发时间，还经常带各种好吃的给他。阿佳，你不用工作吗？小雨有些不好意思，天天来陪我，不会耽误你的事情吗？没关系啦，我跟公司请了长假。阿佳笑着说，反正现在可以远程工作，有急事我用电脑处理一下就好。小雨心里又感动又愧疚，他和阿佳本来只是普通朋友，现在却因为他的意外，让阿佳搭进去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等我好了，一定要好好谢谢你。小雨真诚地说，你不用谢我。阿佳认真地看着他，看到你每天都有进步，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手术那天，阿佳一大早就来到医院，陪小雨做术前准备。小雨紧张的手心直冒汗，阿佳就一直握着他的手，给他鼓励。小雨，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一直陪着你。阿佳深情地说，就算一辈子推着你的轮椅，我也愿意。听到这句话，小雨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这是多么暖心的承诺啊！在他最脆弱的时刻，竟然有人愿意这样无条件的守护他。手术进行了6个小时，比预计的时间要长。阿佳在手术室外来回踱步，紧张地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咖啡。终于，李医师走了出来。手术很成功，李医师摘下口罩说，不过接下来的康复阶段才是真正的挑战。小雨被推进了加护病房，要观察3天才能转到普通病房。这3天里，阿佳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外，随时关注小雨的情况。小雨醒来后的第一眼，就看到了阿佳疲惫却充满希望的脸。太好了，你醒了！阿佳激动地说，医生说手术很成功，是吗？那我什么时候能走路啊？小雨虚弱地问。阿佳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李医师说，手术只是第一步，后面还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从加护病房出来后，小雨开始了艰苦的康复之路。台湾的康复治疗和大陆有很大不同。在大陆，康复科往往是医院里比较冷清的科室，资源投入不足，很多患者在急症治疗后就出院了，后续康复大多靠自己。而在台湾，康复医学被视为医疗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小雨所在的医院康复中心设施齐全，有各种先进的康复器材，还有专业的团队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小雨小姐，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安排了神经肌肉电刺激、水疗、针灸和物理治疗的综合方案。康复中心的张医师详细地向小雨解释，每天的训练会很辛苦，但这是恢复的必经之路。果然，康复训练比小雨想象的要艰难得多。每天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中间只有短暂的休息时间。最初的几周，小雨经常疼得满头大汗，有时甚至痛哭流涕。我不行了，太痛了。小雨有一次在训练中崩溃的哭喊，再坚持一下。小雨小姐，物理治疗师温柔却坚定地说，你的神经正在慢慢苏醒，这种疼痛其实是好现象。让小雨感动的是，每次她最痛苦的时候，阿佳总会适时出现，给她递上一杯温水，或者轻轻握住她的手。加油，小雨，你是最棒的。阿佳总是这样鼓励她。除了陪伴，阿佳还经常向治疗师请教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小雨进行简单的康复运动，然后在小雨休息时间亲自为她按摩酸痛的肌肉。阿佳，你真的不用这样，小雨有时会觉得不好意思，你已经为我做太多了。傻瓜，这有什么？
阿佳笑着说，看到你每天都有进步，我比谁都开心。最令小雨惊讶的是，台湾医疗体系对病人心理健康的重视。医院每周都有心理咨询师来和他聊天，帮助他调整面对康复挑战的心态。小雨小姐，康复是一场持久战，心态很重要。心理咨询师李淑芬温和地说，你可以尝试设立一些小目标，每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点奖励。在台湾治疗的日子里，小雨还结识了许多和他情况相似的病友。医院经常组织各种团体活动，让病人们互相分享经验和心得，这在大陆的医院里是很少见的。大家好，我是小雨，来自上海。小雨在一次病友会上介绍自己，很高兴认识大家。哇，上海女孩！一位坐轮椅的台湾阿姨热情地说，我听说上海的小笼包超好吃的。就这样，小雨在病友会上交到了不少朋友，大家互相鼓励，共同前进。有时候，当小雨情绪低落时，这些朋友的一句话就能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小雨，我都50岁了，还在努力，你才20多岁，更要加油啊！轮椅阿姨常这样对她说。在台湾医疗团队和阿佳的共同努力下，小雨的恢复进展比预期要好得多。治疗3个月后，她的双腿已经能感觉到轻微的触碰了。半年后，她竟然可以在支架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几分钟，太神奇了，真的太神奇了！小雨激动得泪流满面，我能感觉到我的脚了。阿佳在一旁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握着小雨的手，眼里闪烁着泪光。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阿佳哽咽着说。李医师也很欣慰，小雨小姐的恢复情况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很多，这与她自身的坚持和意志力是分不开的。但好景不长，就在小雨康复进入关键阶段时，一个坏消息传来，她的医疗保险额度已经用完了，后续的治疗费用将无法报销。什么？这怎么可能？小雨震惊地看着医院送来的账单，我还以为我的保险可以 cover 所有费用呢。原来小雨出国前购买的国际医疗保险有一个上限，而她在台湾的高强度治疗已经超出了这个限额，剩下的康复治疗费用加起来至少还需要80多万新台币。天啊，这么多钱，我哪里拿得出来啊？小雨急得直掉眼泪。早知道就不来台湾了，别担心，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阿佳安慰他，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康复。小雨摇摇头，不行，这太多了，我不能再麻烦你了。我想我还是回上海吧，那边的费用会便宜一些。回上海那不行。阿佳急了，你现在正是康复的关键时期，中断治疗会前功尽弃的。可是没有可是，阿佳打断他，我有一些存款，足够支付这些费用。而且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慈善基金会，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些援助。小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阿佳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他的存款都是多年辛苦工作攒下来的，现在为了他竟然愿意毫不犹豫地拿出来。阿佳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小雨忍不住问道。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啊。阿佳深吸一口气，认真地看着小雨的眼睛，因为我喜欢你，小雨，不应该说是爱你。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被你的笑容和乐观吸引了。这些年虽然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但我一直都很关注你。当听说你出了车祸，我的心都碎了。我想陪在你身边，不管你是站着还是坐着，健康还是生病，我都想和你在一起。这突如其来的告白让小雨措手不及，他从未想过阿佳对他有这样的感情。在他最狼狈、最不堪的时候，竟然有人愿意真心爱他，这让他既感动又不安。阿佳，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小雨哽咽着说，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完全康复，甚至可能永远都需要人照顾。我不想拖累你，傻瓜，我早就说过了，就算一辈子推着你的轮椅，我也愿意。阿佳擦去小雨脸上的泪水，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能不能走路。小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扑进阿佳的怀里，痛哭起来。多年来，她一直都是那个独立坚强的上海女孩，从未想过要依靠谁。但此时此刻，她终于允许自己软弱，允许自己依靠这个真心爱她的男人。阿佳，谢谢你，谢谢你。小雨在她怀里呢喃着，不用谢我，是你让我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阿佳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就这样，在台湾的康复医院里，小雨和阿佳的感情升温了。
阿佳不仅是小雨的经济支持者，更是他精神上的依靠。每当小雨因为康复进展缓慢而沮丧时，阿佳总能用各种方式逗他开心。小雨，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一天，阿佳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盒子。什么呀？小雨好奇地问。盒子里是一双精美的高跟鞋，闪闪发光。等你能走路的那天，就穿上这双鞋，和我一起去看星星。阿佳温柔地说，这样简单却充满希望的承诺，让小雨的眼睛再次湿润。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康复，穿上这双鞋，和阿佳一起看星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雨的康复训练更加刻苦了。他不再只是为自己而战，还为了那个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的人。每当训练特别痛苦的时候，他就会想起阿佳的那双充满爱意的眼睛，然后咬牙坚持下去。加油，小雨！再坚持一下，治疗师鼓励他。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小雨额头上布满汗珠，却依然坚持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力，加上台湾先进的康复技术和全面的医疗护理，让小雨的恢复速度惊人。1年后，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小雨终于可以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几步路了。太厉害了！小雨，病友们纷纷鼓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阿佳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李医师也连连称奇，小雨小姐的恢复情况简直是奇迹。在我行医20年的经验中，很少见到这么成功的案例。在台湾医疗团队和阿佳的共同努力下，小雨的康复之路走得越来越顺，医生们都惊叹于她的意志力和恢复速度，甚至有医学院的教授专门来观摩小雨的康复过程，并将她的案例作为典型病例写进了医学论文。小雨小姐的案例将会为很多类似的患者带来希望。台大医学院的陈教授在病例讨论会上说，台湾的神经康复技术在国际上确实处于领先水平，但病人自身的坚持也同样重要。小雨很珍惜在台湾的每一天，除了康复训练，她也在阿佳的带领下逐渐了解台湾的文化和生活。只要天气好，阿佳就会推着轮椅带小雨去台北的各个角落逛逛。这里是士林夜市，台北最有名的夜市之一。阿佳兴奋地介绍，你一定要尝尝这里的大肠包小肠和炸鸡排。哇塞，看起来好好吃哦！小雨惊叹道，台湾的小吃真的太多了。他们还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阳明山国家公园等地方。每到一处，阿佳都会耐心地推着轮椅，即使是需要绕远路找无障碍通道，他也从不抱怨。阿佳，你真的很辛苦。小雨心疼地说，每次出门都要照顾我。一点都不辛苦啦，阿佳笑着回答，能和你一起看风景，是我最大的幸福。台湾的医疗环境让小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医院里的护士们不仅专业，还特别亲切，总是微笑着称呼她小雨小姐。医生们会定期组织病友会，邀请已经康复的患者回来分享经验，就连医院的清洁阿姨都会在擦地时特意避开小雨练习走路的路线，远远地为她加油。台湾的医院怎么和我们那边这么不一样啊？小雨经常惊叹，感觉这里不是医院，而是一个大家庭。是啊，台湾的医疗体系很注重病人的感受。阿佳解释道，医生护士都接受过专业的沟通培训，而且台湾的医患比例比大陆要好很多，医生有更多时间和病人交流。随着康复的进展，小雨也开始帮助医院里新来的大陆患者。他会分享自己的经验，介绍台湾的医疗系统，甚至帮忙翻译一些专业术语。渐渐的，他在医院里有了大陆康复小达人的美誉。小雨姐姐，听说你是从上海来的，我也是上海人。一位新来的小姑娘激动地说。是啊，老乡啊，小雨笑着回应，别担心，台湾的医生很厉害的，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小雨也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康复故事，希望能给更多处于绝望中的患者带来希望。他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有人甚至专程来医院看望他，给他送礼物和祝福。小雨，你知道吗？你的故事已经在网络上传开了。阿佳有一天兴奋地告诉他，有个公益基金会想请你做代言人，分享台湾医疗技术帮助大陆患者的成功案例。真的吗？小雨惊讶地睁大眼睛，那太好了，我可以帮助更多和我一样的人。就这样，
小雨成了两岸医疗交流的民间大使。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励志的康复案例，更成为两岸民众互相了解、互相帮助的桥梁。康复2年后，小雨已经可以用 walker 自己行走了，虽然步伐还不太稳，但已经是医学界公认的奇迹了。阿佳陪着他每天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小雨，你看，阿佳指着花园里绽放的樱花，好美啊！是啊，好美。小雨抬头看到的不仅是美丽的樱花，还有阿佳温柔的笑容。2年的朝夕相处，让小雨和阿佳的感情越来越深。他们一起经历了康复路上的酸甜苦辣，一起庆祝每一个小小的进步，也一起承受复健过程中的挫折和痛苦。小雨，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了。一天晚上，阿佳突然正色道：“什么事啊？你怎么这么严肃？”小雨有些紧张。阿佳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单膝跪地：“小雨，嫁给我好吗？”小雨震惊地捂住嘴巴，眼泪瞬间涌出。阿佳，你确定吗？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完全正常走路，傻瓜。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腿。阿佳认真地说，记得我曾经说过，就算一辈子推住你的轮椅，我也愿意。现在你已经能走路了，这简直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娶你呢？小雨激动地点头，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他们的婚礼在台北举行，小雨的父母和朋友们都从上海赶来参加。最令人感动的是，小雨坚持要自己走完红毯的全程，虽然速度很慢，但她做到了。各位亲朋好友，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小雨的婚礼。阿佳在婚礼致辞中说，2年前，当我说就算一辈子推住你的轮椅，我也愿意的时候，小雨还不能站立。但今天，她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向了我，走向了我们的未来。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台湾医疗的奇迹。台下掌声雷动，很多人都感动得落泪。小雨的主治医生李医师也专程来参加婚礼，他感慨道，作为医生，我们提供的只是技术支持，真正的康复奇迹来自于患者自身的意志力和爱的力量。结婚后，小雨决定留在台湾生活，他和阿佳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两岸康复桥的公益组织，专门帮助大陆的脊髓损伤患者来台湾接受治疗。他还定期在医院做义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那些正在康复中的患者。小雨姐姐，你真的是从轮椅上站起来的吗？一位小患者好奇地问。是啊，小雨温柔地说，只要有信心，有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5年后，小雨和阿佳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希望，寓意希望与奇迹。虽然小雨的行走还不算完全正常，需要借助手杖，但她已经能够独立照顾孩子，过上几乎正常的生活。妈妈，为什么你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啊？小希望天真地问。因为妈妈经历了一个奇迹。小雨摸着女儿的头说，这个奇迹让妈妈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丽姐，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在两岸之间的爱情故事。小雨和阿佳的经历告诉我们，爱情不是看脸看身材，而是在对方最困难的时候，愿意坚定地说一句，就算一辈子推着你的轮椅，我也愿意，并且用行动证明这份承诺。台湾的医疗系统确实在某些领域走在前列，特别是在患者照护、康复医学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两岸之间的医疗合作与交流，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机会。如今，小雨和阿佳的两岸康复桥已经帮助了上百位大陆患者赴台就医，他们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纪录片，在两岸播出，感动了无数观众。有时候，爱情就像奇迹一样不可思议。当阿佳说出那句就算一辈子推着你的轮椅，我也愿意的时候，谁能想到小雨真的能站起来，和他一起走过红毯，组建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呢？所以，亲爱的姑娘们，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不要只看对方的条件、外表，而要看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能否给你坚定的承诺和支持。真正的爱情或许就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和困难时刻的陪伴中。最后，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祝福所有正在经历艰难康复过程的朋友们早日康复。别忘了，奇迹随时都可能发生，只要你不放弃希望，不放弃自己。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